艾德蒙感觉自己要疯了，这是他从业以来见过的最棘手的工程问题，没有之一。被伊丽莎白天花乱坠一顿忽悠，兴致勃勃加入公司后，艾德蒙才发现，他接手的这台所谓的 Theranos 1.0 原型机只是个模型大玩具，根本无法运行。这台卡带读取装置被要求做成迷你规格，卡带不能比手掌大，读取装置只能有烤面包机大小，而且它只被允许使用1滴血来做检测，能使用的血量是如此之少，不得不用生理盐水稀释后才能获得足够检测的体量。但血液和生理盐水不是唯二在装置里流动的液体，还有许多五花八门的试剂也要被分门别类安进这个迷你机器里。艾德蒙需要精心设计各个小阀门开启的间隔和顺序，以及安排各种试剂流过微通道的流速。更让问题雪上加霜的是，这些在装置里流动的液体还会互相泄漏和污染。艾德蒙和他的团队使用食用色素运行了不计其数的试验，试图找出泄漏发生点，然后反反复复调整各个微通道的形状、长度和角度，来尽可能避免泄漏发生。艾德蒙感觉自己简直一个头两个大。艾德蒙焦躁，伊丽莎白比他更焦躁，原因无他。Theranos 1.0 验血机的研发以骇人的速度燃烧着公司的经费，用于采集血样的卡带每张造价高达$200，而且是一次性的。艾德蒙的团队以每周几百张的速度消耗着卡带，光是这一项1周就要耗费好几万美金。最初筹到的$600万几乎要见底了，公司也即将走到破产边缘。即使这样，伊丽莎白依旧努力保持镇定，安慰艾德蒙道：“专注于你的工作，钱的事情我来搞定。”艾德蒙不知道伊丽莎白找了多少分头公司，碰了多少次壁，做出了什么样的承诺，又签了什么丧权辱国的条约，但他最后真的又筹到了$900万。但伊丽莎白完全高兴不起来，以现在的烧钱速度，这$900万也只够维持公司大半年的。而且这些钱都是用大量的公司股份换来的。随着分头公司派代表入驻公司董事会， Theranos 已不再是伊丽莎白的一言堂了。Theranos 1.0 的研发工作艰难而缓慢地推进着，但伊丽莎白显然已经等不及了。今天她是来给艾德蒙下最后通牒的，因为伊丽莎白计划在2006年11月飞去诺华公司的瑞士总部，给诺华高层展示 Theranos 1.0 验血机。伊丽莎白希望能和诺华达成合作伙伴关系，让诺华可以在他的新药临床试验中用 Theranos 1.0 检测药物不良反应。展示如果成功了，就相当于有了大药厂的权威认证，伊丽莎白才能说服更多分头公司投钱，来拯救 Theranos 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但这一切的前提是 Theranos 1.0 验血机必须要真的能检测血样。艾德蒙带着团队顶着巨大压力起早贪黑忙碌着，居然真的成功让 Theranos 1.0 在最后期限内能够运行并检测败血症了。11月时，伊丽莎白带着公司员工欢欣鼓舞地踏上了前往瑞士的旅程，但到达后发生的事让伊丽莎白再也笑不出来了。在瑞士的酒店房间里，技术团队想给带去的 Theranos 1.0 做下展示前的最后调试，但这台机器也不知道是旅途颠簸还是环境变化，竟然无法读取数据了。满屏的 error 刺激着伊丽莎白的神经，所有人一晚上没睡，不断的调试，甚至拆开了机器重装，也没能让这台破机器成功运行起来。伊丽莎白双眼通红，歇斯底里，满脑子都是我不能失败，我不能失败。本来今年她就能从斯坦福大学毕业，顶着名校毕业生的光环，拥抱美好的人生了，但她选择了辍学创业。如果这次展示失败， Theranos 就会资金链断裂，没有未来了，而她伊丽莎白也会从人人赞扬的女创业家变成一个只有高中文凭的大学肄业生，她将一无所有。在这令人绝望的时刻，仿佛有个魔鬼的声音在他耳边诱惑：造假，数据造假，先把眼前这关闯过去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伊丽莎白脑海里天人交战，随着最终时刻一秒一秒的临近，最后她做出了那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决定。迷醉于荣耀与鲜花中的她，已经无法忍受平平无奇的人生了。第二天，伊丽莎白面带自信笑容，站在诺华一众高层前侃侃而谈。她当众刺破自己的手指取血，用 Theranos 1.0 展示整个检测过程。
但诺华高层并不知道，他们所看到的是伊丽莎白让 IT 部门将之前成功的败血症检测数据从东帕洛阿尔托远程传输过来的。在诺华的成功展示，让 Theranos 在2016年底的融资中成功筹得了2850万美金，暂时脱离了破产困境。伊丽莎白在给员工的邮件中欣喜地表示：“诺华之旅大获成功，同志们都是好样的。”但瑞士同行的公司员工却不这么想，他们闪烁其词，满脸都写着不安。艾德蒙不知道伊丽莎白是否也和他的员工们一样遭受着良心的谴责，但他显然是心虚了。他在公司各处安装摄像头，雇佣了更多的安保人员，不再允许不同部门的员工相互交流，而部门之间也被严格的门禁所隔离，所有的邮件都处于被监视状态，还有人因为往公司电脑里插 U 盘而被开除了。自从诺华展示后，伊丽莎白又积极寻求和其他大药厂的合作关系，但这时数据造假已经变成了常态。无论验血机能否正常运行，她都会带上一份提前验好的数据，一旦机器失灵，就直接以假数据替代。伊丽莎白企图用这种瞒天过海的伎俩来帮 Theranos 1.0 争取更多的研发时间。研发飞速地燃烧着经费，但却一直没什么实质性的进展。Theranos 1.0 依旧是台时灵时不灵的半成品，相同的一份血样还每次都能测出截然不同的结果来。伊丽莎白又开始焦虑了，纸总有包不住火的一天，她最终还是要拿出成品才能交差。于是他开始向艾德蒙施压，他希望艾德蒙的工程团队能3班倒，全天24小时，每周7天的工作，以此来加快研发进度。但这个提议被艾德蒙果断拒绝了。他的团队已经超负荷运作，再加强度会过劳死的。不是谁都能像伊丽莎白和打了鸡血一样，每天睡在办公室，一天只睡4个小时，还天天把咖啡豆揣兜里当糖豆嚼的。自从艾德蒙拒绝了全年无休的工作请求后，伊丽莎白对他的态度瞬间冷了下来。他开始着手雇佣新的工程师，但艾德蒙发现这些新雇的工程师并没有成为他的下属。相反，伊丽莎白在公司里组建了一个对手工程团队，他想让2个团队互相竞争。在2007年8月初，艾德蒙陪着伊丽莎白去了一趟田纳西州。伊丽莎白成功说服辉瑞在一个试点项目中使用 Theranos 1.0 验血机。他们带着验血机去了田纳西州的一个肿瘤诊所，那里的病人在尝试辉瑞的一种抑制肿瘤生长的新药，而 Theranos 1.0 验血机则会被这些病人带回家，以进行每日验血。这些病人都是癌症晚期病人，看起来虚弱又可怜。艾德蒙难以理解伊丽莎白怎么忍心将这些可怜的将死之人作为实验对象，特别 Theranos 1.0 还根本是个半成品。变故发生在2007年11月，就在感恩节的几周前，艾德蒙和他的工程团队被一个接一个叫进了会议室。他们被告知，公司已经决定以对手工程组的爱迪生验血机作为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而 Theranos 1.0 项目将被彻底废弃。艾德蒙和他的工程团队一共20多人被公司开除了。随着艾德蒙一步步走远，Theranos 1.0 时代彻底宣告落幕。2周后，肖纳克 Theranos 的第1名员工也步了艾德蒙的后尘。自此，公司初期的技术铁三角仅剩伊恩一人。那么，这台干翻了 Theranos 1.0及其整个研发工程团队的爱迪生验血机又是何方神圣呢？我们下期接着说。